荨麻疹、异位性皮肤炎如何根治呢？吃素有用吗？如何成功戒掉免疫制剂、类固醇、抗组织胺这些药物呢？有过敏反应的食物一辈子都不能吃了吗？花钱做了食物过敏原检测，但症状还是一样，怎么办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r. Lin。过敏真的是现代人的通病，从小朋友到成人，许多人一生当中都会碰到过敏相关的疾病，像是荨麻疹、异位性皮肤炎，这些其实都是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征兆。过敏的问题可大可小，有些人甚至严重到要吃免疫制剂或生物制剂。而用自然医学来恢复免疫系统的健康，其实很简单。今天我就来回答粉丝们关于过敏的常见问题。导致荨麻疹的因素是什么呢？如何根治慢性荨麻疹？有一个粉丝留言说，他以前皮肤都不会过敏，但是自从去年之后就开始会有偶发性的荨麻疹，也就是风疹块。那他问我说，这个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潜伏期吗？潜伏期该如何调整呢？如果他想要知道是否有潜在的自体免疫疾病，是否一定要抽血呢？荨麻疹基本上是因为有外来的诱发因子刺激了皮肤下的肥大细胞，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叫做组织胺 histamine， 而组织胺呢会引起血管的扩张和血管水肿，因此导致皮肤痒和发炎。那这些外来的诱发因子呢，有可能是环境中的毒素、食物中的食物过敏原，或是饮食中的添加物或防腐剂。而常见的食物过敏原有牛奶、黄豆、小麦、鸡蛋、坚果、海鲜等等。那每个人过敏源其实都不一样，那这个唯有检测才能知道。想要改善荨麻疹，一定要把诱发因子找出来，并且排除它们。同时呢，你要清理身体里面有可能会干扰免疫系统的毒素，这样才能让免疫系统比较稳定。当你的免疫系统越正常、越稳定，就越不会让荨麻疹被诱发出来。会干扰免疫系统的毒素有什么呢？像是食用色素、重金属、塑化剂、环境荷尔蒙、霉菌毒素、使用过量的药物等等，因此最好是检查身体是否有这些毒素，并且把它们排除干净。那自体免疫疾病呢，是免疫系统错乱导致自己攻击自己的身体组织，而荨麻疹呢是一种免疫系统对外来的物质过度反应的结果，它并不属于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但是在疾病的进展上呢，若是你的身体毒素累积的越来越多之后，的确日后有可能进展到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另外，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有自体免疫疾病，当然是一定要抽血检查才能知道。偶发性荨麻疹其实是象征着免疫系统有问题。如果只是先用抗组织胺或类固醇先把症状抑制下来，而不去把诱发因子找出来，那长期下来就有可能会演变成慢性荨麻疹。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我年轻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过敏反应，可是开始年纪稍长之后就开始出现偶发性的荨麻疹，偶尔发痒，然后突然有一天变成慢性荨麻疹，每天痒到不行。可是其实呢，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曾经有一位60几岁的荨麻疹患者，他一开始是带着大包小包的西药和中药来找我。他长期吃抗组织胺的药物和各类抗过敏药物，吃到常常肝指数是过高的，他的过敏指数 IgE 也是超标，经常痒的半夜睡不着，而且荨麻疹发作的时候，整个人会呈现微微发烧的状态。后来我们找出他食物中的过敏源与身体内的毒素，并把它们一一排除后，他的状况就好了很多，皮肤不再痒，他也戒除了长期依赖的抗组织胺药物，他的肝指数和过敏指数 IgE 也都恢复正常了。他就是借由把身体清干净，然后让免疫系统恢复正常一个很好的例子。严重异位性皮肤炎如何戒药？吃素有用吗？如何调整作息呢？有一位女粉丝留言说啊，她免疫制剂、类固醇、抗组织胺是她目前都戒不掉的常用药，因为呢，她对很多食物都过敏，她的 IgE 指数有高达10000多。她索性呢，从半年前就改吃素，但是即使她从食物下手，他还是很难避免用到药物。那他说他只要有稍微不够早睡，或是心情有些起伏，他就没有办法抑制他这个躁动的免疫系统。他说他因为目前实在是太忙了，所以他都直接用药物赶快速控制。他希望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取得心态跟作息平衡的方式。其实异位性皮肤炎治疗的方式呢，就跟我上面所提到的荨麻疹治疗方式是非常的类似。那在这边呢，我要补充一点，很多人都因为生病而改吃素食，但其实这并不是很正确，因为其实很多人吃素之后啊，他反而吃进了许多豆类的加工制品，像是素鸡、素肉、素酱料、素罐头。这些东西呢，都含有很多的添加物和防腐剂，它会干扰你免疫系统的
正常运作。所以我认为呢，生病吃素就会好的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迷思，因为你吃错方式了。饮食方面，我会建议要吃鱼跟蔬食，也就是所谓的 whole food 的蔬果来取代所谓的素食。至于在身心与作息方面，无论是异位性皮肤炎、荨麻疹或过敏，拥有正常的睡眠作息是非常重要的，最好是可以晚上11点就上床睡觉。因为呢，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胆经在走的时间，1点到3点则是肝经的时间。这段时间如果不好好睡觉的话，将会导致肝胆代谢功能不佳。当肝胆功能代谢不佳的话，吃进来的环境毒素就没有办法顺利从身体排出去了，因此你的免疫系统就会更不正常。而且过敏反应引发出来的化学物质组织胺也需要肝脏去代谢掉。若是肝代谢功能不好的话，自然无法代谢掉组织胺，那组织胺就会一直停留在体内，造成持续性的过敏现象。因此最基本的就是要睡好跟睡够，你一天至少要有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话，建议也要赶快就医，赶快处理。另外这位粉丝有提到他正在用免疫抑制剂、类固醇、抗组织胺这些药物，而且他的饮食有改变，但是他说他还是戒不掉这些药物。像这位粉丝的用药是包含免疫抑制剂，它是比较重的药。那这种严重等级的患者呢，如果只有做饮食上的改变，其实是不够力的，必须要用高剂量的营养素来治疗免疫系统，才有办法逆转整个状况和成功的戒药。基本上食疗是打理用的基本功，但是在严重的状况的时候，必须要用到高剂量的营养处方，才能修复身体失衡的系统和成功戒药。那怎么找出食物过敏源呢？有粉丝说他不晓得怎么样找出食物过敏源，他没有在吃奶和蛋。他问说，如果直接检验是否可以找出来呢？食物过敏的检查方式呢有2种。那第一种呢是自己做实验，你就是在你的饮食和生活当中一项项的食物测试，找出当你吃哪些食物的时候，身体会有不舒服的反应。找出食物过敏源最好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因为有时候配套措施做错，或者是搞不清楚食物的种类，也很容易失败。另外一种方式呢，则是直接抽血检验，看自己对哪些食物有过敏的反应。但抽血也不一定能够把全部的过敏源找出来，因为食物有千万种，有可能你的过敏食物是没有在这个检验里面的，或者是你的过敏食物目前没有办法被特定的某个过敏源检测的检验机制验出来。以上2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建议你可以找专精食物过敏源判读的医师，根据你个人的实际状况来详细讨论。为什么我做了食物过敏源检测，但症状还是一样呢？我曾经有做过食物过敏原检测，但为什么我的过敏症状依然没有改变呢？前面我曾经有提到，无论你是用哪一种方式找出食物过敏源，在初期避免食物过敏的时候，一定要先认识食物种类，并且把食物过敏源避干净。有正确的食物知识和配套措施，才会容易的成功。千万不要花了心力、花了钱，结果不舒服的症状还是一样。如果你发现你做了食物过敏原检测，但症状还是没有改变，代表中间一定有配套措施被遗漏了，或是有某个地方出了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你要寻找对食物过敏源研究透彻的医师做详细的个案讨论。检验报告上的过敏食物是一辈子都不能吃吗？有粉丝问，食物过敏源检测上的这些食物真的是一辈子都不能吃吗？我曾经成功的帮助一位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在避免食物过敏源6个月之后，成功的把食物过敏源一项一项的加回饮食当中。但是在同时间，我们也把他原本失衡的身体系统都一项一项的调整回来。这时候他的皮肤痒都没有再发作了，同时呢，他也成功的戒掉外擦的类固醇。我要表达的是，当身体系统够稳定，而且有被充分的修复的话，你是可以再吃回食物过敏源的。但是前提是你的配套措施要做好，才有可能成功。所谓的配套措施呢，就是指稳定的修复失衡的系统，症状稳定，作息正常，同时和你的医疗人员有充分的双向沟通，定期报告进展和任何的突发事件，运用非药物疗法来修复免疫系统，逆转过敏问题其实并不难。找对方式，做对配套，成功逆转过敏疾病，其实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若大家有更多关于过敏的问题，健康聊心室到目前总共有4部关于逆转过敏体质的影片了。想要了解更多，请点选下方的资讯栏连结哦。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很实用，欢迎将这部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哦，也别忘了订阅、按赞跟分享哦。健康聊心室，我们下次见。